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 Obsidian 刚刚推出的 V0.9.16。那这个版本呢，针对这个所谓的 Frontmail 正文前页呢，做了一些扩充。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介绍这个所谓的正文前页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有哪一些功能。那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功能呢，还是在内测当中，最快应该下个礼拜就会正式推出。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所谓的 Frontmatter 是什么东西Frontmatter 呢，它指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篇笔记开头的区域。在这个开头的区域里面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这个笔记呢来设定一些跟它相关的属性。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呢可以使用我们Markdown 文章里面的内容来描述我这个笔记本身的一些特性。那这个呢通通都是集中在整个笔记的最开头，所以就被称作是 Frontmatter 就是在前面的事情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我们的本文正文的前面的这个内容那它基本上会是所谓的 YAML 格式。那 YAML 格式呢是什么东西呢？ YAML 格式呢，我们要用这个3个减号开头，然后用3个减号结尾就是前后都要是3个 dash 那这个当然都是半形的。那在这个 YAML 的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定义一些所谓的关键字key， 然后后面呢接的就是这个 key 对应的值它的 value， 所以就是 key 冒号 value 这样的格式来形成的一个内容。那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关键字来描述我们这个笔记的一些特性比如说我的建档的日期是什么时间，我的标签是什么标签，还有呢我的别名是什么别名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Frontmatter。那这一次 0.9.16 增加的呢，就是这个 text 跟 aliases 这两个YAML 的 key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左边现在这个是我们的编辑区，那右边呢我把它切换成是预览区。你可以看到我的编辑区里面呢有我这个 YAML 区域的内容，我的右边呢也有出现我 YAML 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如果你的预览页面不想出现这个 YAML 的内容的话呢，我们是要从设定编辑器，然后找到这个显示正文前页，把它关闭那这样子呢，你的预览的页面里面呢就不会出现了这个隐藏起来的这个 YAML 的内容好，那因为我们要展示所以我们都习惯性的会把它打开。那接着我们就再来解释一下这一次 0.9.16 增加的这个 text 这个 key 到底是有什么意思以前如果我们要在笔记里面指定它的标签的话呢，我们要在文字里面呢自己加上用井号 hash 形成的一个关键字。那到时候它在显示在我们预览页面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标签那这个在 YAML 区里面的这个标签呢，它是使用 text 然后冒号。那后面呢，我们是可以用一个字串或者是一个阵列来形成它的一个标签比如说我们这个标签呢，我们这个笔记呢是跟 Obsidian 相关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标签就把它叫做 Obsidian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写然后或者是说我这个是跟 Markdown 相关的，所以我有给它一个 Markdown 的标签。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在我们的标签列里面呢这个是我们的标签列好，我移动一下我们事实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Obsidian 呢就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 Markdown 呢就在上面也会出现那这个呢就是直接就可以在我的 YAML 区呢产生出标签。那现在假如说我们的标签希望用井号开头的话呢，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因为井号呢对这个 YAML 格式来讲呢，它是特殊的字元它是表示是一个注解的意思。那这样子呢就会破坏掉它的这个设定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右边这边呢，刚刚那个 Obsidian 呢就消失了那如果你的标签你要用井号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加上双引号
好，一定要加上双引号才会是正确的格式啊。这是因为页幕区里面的井号呢，它有特别的意思哈。可是我们即使这样加了以后呢，它还是没有出现哦，因为我的 text 呢，假设有一个以上的话呢，它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算是一个清单哈。那我们就要加上这个中括号，让它变成是清单的格式。那清单的格式有两种啊，一种是像我们这样子哦，用中括号来表示；那另外一种是像我这个 alias 哦，下面呢空两格，用一个减号这样的方法来表示，这样也可以哈。所以我们用这种中括号的类似阵列的用法，或者是用这个 list 的这个写法呢，两个都可以接受哈。好，那这个就是标签哦，我们可以定义了一个自己的特别的一个标签哦，针对我这一篇笔记。那但是这样子跟我们在文章里面用写自己标签呢，会有什么差异哈？就是当然它都会出现在我们右边侧边栏的标签列里面哈，这个都会出现。那差别是说，如果我在本文里面呢，我们这个形成的这个标签呢，它事实上是会变成是一个超连结啦。所以假设说我们点击以后，它会在搜寻里面呢，直接就帮我们把我们这个标签所有的其他文章有这一个标签的呢，全部就列出来啊。那这个是在本文里面呢，目前有这个功能，但是在页幕区front matter 这个区域呢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点击的哈。那这个也许不晓得以后作者会不会再把这个超连结给加进来哈。那目前是页幕区的标签是没有办法做超连结的点击的哈。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它的第二个功能哈，就是aliases alias 就是别名的意思啦。那它意思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笔记的档名它会受限于作业系统，因此有一些特殊符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比如说我们在 Windows 里面我们的档名呢就不能有冒号，也不能有星号，也不能有小于、大于等等这一些符号你可以在档名这边呢，你输入了一下冒号，它就会弹出这个讯息出来跟你讲下面这些字元是没有办法当你的档名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描述这个笔记的描述呢是有一些特殊符号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 alias 把我们需要的任何的内容呢就放在这个 aliases 里面，然后呢这些 aliases 呢就会变成是我这一篇笔记的别名，因此我到时候用这个档名来做内部连结，或是这个下面的任何一个别名呢，通通都可以找到我们设定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测试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内部连结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这个aliases 的连结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我们就继续输入比如说我这个是18点，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笔记的档名，那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aliases那透过这样的方法，它会形成的格式呢，就是左边呢是当然就是我们的笔记的档名，右边就是我们的别名。那到时候我们显示出来呢是显示这个别名出来的。好，那这个就是别名它目前的功用了那我们一个笔记呢，你可以设很多个别名，因此将来但是差异就是说它在显示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 obs-emo， 那这两个连结呢，其实都会连接到同一篇的内容，但是在显示预览的页面里面呢，它出现的这个别名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别名的用法。那透过这个呢，我们事实上就可以不受限于我们这个连结就不受限于我一定要使用我的这个档名的那一些有限制的字元，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一篇笔记呢就可以赋予它很多不同的名称那这样子对将来在做搜寻或做内部连结呢就可以有比较大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了 0.9.16 新增的这个 YAML 的 text 跟 aliases 这两个功能，然后希望对刚刚要使用16版的朋友呢能够有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